作为 AMD 架构下的第6款 GPU 产品 ，RTX 3080 Ti 的问世确实是备受玩家们的期待。而此次它所拥有的12GB 显存以及比肩3090的 GA102 核心，也再一次成为了大家关注的重点。为此，超级哥就从微星那里借来了一张 RTX 3080 Ti 超龙测测看，至于它又有怎样的性能表现呢？下面就跟着超级课来看看吧。按照惯例，还是先来看看微星 RTX 3080 Ti 超龙的整体外观。首先，显卡长336毫米，宽140毫米，厚61毫米。整卡外壳采用的是钛灰色的拉丝工艺，棱角感比较分明，而其背板也使用了升级的金属工艺，搭配微星的信仰龙魂标志，看上去确实很酷炫。而且这个龙标也是支持 RGB 信仰灯效的。散热方面上，其采用了3个10厘米的刀锋6代风扇，支持智能启停技术。7根热管外加显存专属散热设计，配备了1根独立热管，确实是顶级非公该有的料。接口方面，微星 RTX 3080 Ti 超龙采用了3个8pin 的电源供电，并配备了3个 DP 和1个 HDMI 2.1 视频输出口。另外，其还拥有着游戏和静音的双 BIOS 设计，非常的贴心。至于其他方面，显卡的 RGB 灯效主要集中在侧面、正面以及 Supreme 的标志上，但在正常情况下，也只能看到侧面和背部上的灯效。而从以上特性中也不难看出，作为微星旗下30系显卡中的全新系列，超龙确实成为了超越魔龙的存在。聊完了外观，下面就来进行大家最关心的实测环节。本次测试平台 CPU 为 R75800X， 内存为名人堂大师4000兆赫兹 16GB 双通道，主板为华硕大师 X570P。测试全程使用的是游戏模式 BIOS。首先通过 GPU-Z 发现，微星 RTX 3080 Ti 超龙拥有10240个扩大核心，112个光栅单元以及853个纹理单元，显存容量为12GB， 显存频率为1180兆赫兹，带宽912.4GB 每秒。这些参数均与公版一致，但作为顶级非公显卡，微星 RTX 3080 Ti 超龙的基准频率为1365兆赫兹，加速频率为1830兆赫兹，要比公版高出不少。然后是烤机测试，试跑甜甜圈20分钟 ，RTX 3080 Ti 超龙的核心频率稳定在了1450兆到1500兆赫兹左右，满载功耗大约400瓦。温度方面基本维持在了67度左右，温控表现十分出色。同时得益于专属的刀锋6代风扇，尽管这时候的风扇转速大约在1700转左右，但其噪音却是极低，而这些特点显然继承了前代魔龙的优良传统。紧接着在 3DMark 的 Time Spy 测试中，微星 RTX 3080 Ti 超龙的最终显卡得分为19829分，相比 RTX 3080的17526分提升了 13%， 相比 RX 6900XT 18765分提升了 6%， 但却比 RTX 3090的20343分大约低了 3%。整体表现基本和官方描述的一致，当然其也能以 99.2% 的成绩顺利通过压力测试，看得出来在这方面超龙依旧是拿捏的死死的。另外在娱乐大师经典版中，微星 RTX 3080 Ti 超龙的最终得分为67万分，已经算是相当高了，当然理论成绩只能作为参考意义，实际性能还得看游戏。为此超级哥也对其进行了测试，首先是在刺客信条102 2K 最高画质体积晕中的情况下，RTX 3080 Ti 的平均帧数为88帧，相比于3080的76帧多了12帧，但低于 RTX 3090的92帧。而在 4K 特效下，情况也是如出一辙，不难看出 RTX 3080 Ti 的性能果然比较给力。然后是在荒野大镖客92 2K 最高画质下 ，RTX 3080平均帧数为111帧，对比 RTX 3080的98帧以及 RTX 3090的113帧的帧数来说，恰好在中间的水平。然而在 4K 的表现中，3080 Ti 仅与3090相差1帧，看得出来老黄的刀法确实是精湛啊。接着在地平线零之曙光 2K 最高画质下 ，RTX 3080 Ti 平均帧数为137帧，整体水平和荒野大镖客92的情况类似，而在 4K 最高画质下，表现也是如出一辙。当然，以上这些数据基本符合 NVIDIA 官方所公布的理论值。RTX 3080 Ti 性能介于 RTX 3080和 RTX 3090之间。那么接下来再看看面对光追游戏，微星 RTX 3080 Ti 超龙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首先在古墓丽影暗影 DLSS 开的情况下， 2K 光追全特效下 ，RTX 3080 Ti 的平均帧数为123帧，
略高于3080的115帧。而在 4K 光追全特效下 ，RTX 3080的平均帧数为85帧，依旧是处在3080和3090之间。然后是在控制 2K 光追全特效下 ，DLSS 开启 ，RTX 3080 Ti 的平均帧数为76帧，牢牢的处在3080和3090之间。然而在 4K 光追全特效下 ，DLSS 开启 ，RTX 3080 Ti 的平均帧数首次未能达到60帧畅玩的地步，其仅为45帧。不过 RTX 3090此时也仅仅只有50帧，看来想要 4K 60帧特效全开畅玩这个游戏，就只能等到40系了。最后在看门狗军团 2K 光追全特效 DLSS 开启的情况下，RTX 3080 Ti 的平均帧数刚好达到了60帧，但在 4K 光追全特效下 ，DLSS 开启，其平均帧数仅为38帧，和平均帧数仅为45帧的 RTX 3090可谓是难兄难弟。老大哥还没有达到60帧畅玩的水平，小弟当然也是望尘莫及。这里就要提醒一下隔壁阿玉了，这游戏的优化到底还做不做啊？以上就是微星 RTX 3080 Ti 超龙在游戏方面的大致表现了。综合来看，在 2K 分辨率下 ，RTX 3080 Ti 的平均性能比 RTX 3080强上了8%到10%左右，但却比 RTX 3090略低了4%到7%。然而在 4K 分辨率下，其性能几乎接近了3090，绝对算是一张面向次时代的游戏显卡。当然，以上的数据均来自于这张微星 RTX 3080 Ti 超龙显卡，顶级非公的属性肯定会比公版显卡略好一点。除此之外，相信大家也比较关心这张显卡的算力究竟如何，会不会和老黄说的一样，直接被砍半呢？至于这个方面呢，确实是由于各种条件受限，所以并未得到证实。但根据微星官方确认，由于 RTX 3080 Ti 本身就不存在高算力的版本，所以大家就不用过于担心其还会被矿老板大量采购了。最后还是做个简单的总结，作为一款定义于3080和3090之间的游戏显卡，微星 RTX 3080 Ti 超龙的性能绝对可以满足大多数游戏玩家的需求，而且其在外观、散热、PCB 用料以及超频方面的性能，可以说是达到了目前高端显卡中应有的水平。至于目前这张 RTX 3080 Ti 显卡能否以原价买到，这就需要市场去考量了。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意见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记得关注超级课，我是 K 强，我们下期再见。